瓦格纳要来了。这句听起来十分平常的话，如今却成为了波兰军队扩军备战的号角。根据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波兰总理宣称有100名瓦格纳雇佣兵正在向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前进，并且他还警告称，瓦格纳下一步可能会对波兰领土发动混合袭击。这则消息呢，也让许多人开始猜测瓦格纳是否会对波兰采取进一步行动，波兰又将如何应对呢？或许很多朋友在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呢，都觉得不以为然。瓦格纳才区100人，能对波兰造成多大的威胁呢？但波兰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预料。波兰总理在宣布瓦格纳的行动后呢，当即就紧急发布指令，计划将现役军人数量从17.2万人增至30万人，并命令军队向东方移防，以应对突发情况。同时，波兰防长也表示，为了迎接瓦格纳的到来，波兰还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4%。4%啊，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就曾批评北约成员国武德不够充沛，未达到军费占 GDP 2%的标准。为此，美国还与许多国家之间因此发生了争吵。即便是到现在为止，仍有许多北约成员国未达标，而现在波兰突然宣布要增加到 4%， 这确实显示出他们对瓦格纳的紧张态度。波兰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发生与瓦格纳有关的严重事件，涉及的国家将立刻采取行动，并关闭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地区边境。这些国家呢，将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一举措旨在针对瓦格纳部队潜在的行动威胁。除此之外，美国和德国等国决定派遣军队驻守，以确保北约东翼的稳定，避免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或许有人对波兰的紧急应对有些不以为然，不就是过来了100多号人吗？怎么搞得一副要打全面战争的样子呢？显然，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看这100人带来的后续风波。虽说瓦格纳自从上次兵变失败之后，大部分士兵都被普京赶出了俄罗斯，但就在7月27号，瓦格纳组织的创始人普里格金却突然现身圣彼得堡，参加了第2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并与一名非洲官员见面。普里格金的这次现身，也让原本瓦格纳的兵变变得疑点重重。这是否只是一个让瓦格纳金蝉脱壳的幌子呢？毕竟作为当前俄军最能打的部队，却和这俄国防部有着深深的矛盾，两者的关系已经势成水火了。这对于瓦格纳接下来的入乌作战十分不利，保不齐哪天就又和国防部大吵了一架，对士气是极大的打击。但由于现在乌克兰的反攻已经来到了，在防线不断收缩的前提下，让俄罗斯无法舍弃瓦格纳。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普京就只能尽可能的去寻求两全其美的办法，将瓦格纳放到白俄，换个顶头上司后再伺机发挥，就是普京给出的解决方案。来到白俄后，瓦格纳的兵变与否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这支离开了正面战场的部队或许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更加坐实了这个猜测。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近期呢向普京表示，已经有些管不住瓦格纳了，有不少瓦格纳成员都要求获得西进的许可，想去华沙和热舒夫旅行。前者呢是波兰的首都，重要性自然不必多提，后者则是各国支援乌克兰武器的转运枢纽。热舒夫机场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100公里，是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前沿机场。几乎所有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的飞机都会在这里降落。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许多装甲车都是从这里转运的。因此，为了保障该机场的安全，在今年6月份，热舒夫的亚森卡机场集结了6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在这个图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亚森卡机场跑道两侧的6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指挥中心。那么这些防空系统除了能更好地保护援乌物流枢纽之外，也是对白俄获得战术核武器的最好回应。那么瓦格纳真的会像白俄总统说的那样去这2个地方旅行吗？大兵个人感觉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如果瓦格纳敢对此地发动袭击，他们将迎接波兰蓄势已久的反击。而进攻热舒夫就更加困难了。早在俄乌战争开始前，美国的101空降师就派遣空降兵抵达了热舒夫机场，并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建立了临时指挥所。目前大约有105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
此外呢，还有英国、德国等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训练员在波兰。显然，美国在开战前就意识到了热舒夫机场的战略重要性，为了保障该地的安全，更是直接派遣自家军队前往。瓦格纳虽然说在乌克兰战场上身经百战，但想要正面攻克这座美军早就有准备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兵猜测瓦格纳此次派遣的100名士兵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无非是效仿乌克兰潜入俄罗斯的游击队，对各种援乌关键地点设施实施袭击。另外呢，这次瓦格纳移动的方向也非常有意思，他们的确如俄罗斯透露的那样，向着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前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通道，对于北约和俄罗斯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俄罗斯来说，苏瓦乌基走廊是连接俄罗斯与加里宁格勒飞地以及盟友白俄罗斯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对于北约来说，这条走廊是北约和波罗的海三国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一旦让瓦格纳控制这条走廊，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北约之间的陆上边界将被切断。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啊。从白俄罗斯西部边境的方位来看，瓦格纳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这条走廊了。除了波兰的热舒夫之外，此地距离乌克兰的利沃夫也十分接近。该地区和波兰的热舒夫一样，是乌军接收北约军援的重要枢纽。只要瓦格纳地面部队能够攻入到利沃夫，就可以摧毁桥梁、铁路、隧道等后勤补给线，从而拒止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除此之外呢，大兵最近还发现，俄罗斯对敖德萨的关注度开始逐渐上升了，开始不断地使用导弹袭击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作为黑海港口的敖德萨和利沃夫一样，是北约军援乌克兰的重要枢纽。一旦这两个地方出现问题，缺乏后勤保障的乌克兰接下来的反攻也难以为继。但这样一来，进攻利沃夫的瓦格纳也会面临孤军深入的危险。而且如今的瓦格纳已经和俄罗斯进行了切割，一旦瓦格纳真的袭击利沃夫，这时呢，波兰为代表的北约国家可以以反恐的名义介入乌克兰局势，为北约彻底介入乌克兰局势提供过渡。而由于白俄罗斯为瓦格纳攻打利沃夫提供便利，北约军队介入反恐，首当其冲的必然就是白俄罗斯。白俄呢，也在最近一段时间宣布进入高等级战备状态，以便于在未来发生冲突时能够急速增兵。那么在有瓦格纳加持下的白俄与波兰的实力相差多少呢？咱们接着往下看。首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两国武装部队的规模。相较于白俄，波兰是一个人口更多的多民族国家，潜在兵力优势必然会很大。自从加入北约后，波兰的扩军行动就一直在持续。2015年，波兰军队大概有 9.5 万人，到了今年7月，波兰更是直接确定了扩军至30万人的宣言。除了正规军外，波兰还非常重视领土防卫部队的建设，这主要是根据乌克兰志愿营的经验创建的。美国方面呢，则提供相关的培训。现在这支部队的人数已经达到2万，波兰计划到2024年将其增加到5万以上。而白俄军队总数目前只有7万人，能出国机动作战的只有3到4万，其本土防卫部队呢，最多集结30万，包括所有的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了。哪怕是加上瓦格纳雇佣兵，白俄的军队数量仍然无法和波兰相比。而从军事预算的规模来看，波兰也是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位。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今年波兰在国防需求已经占了该国的 GDP 4%了。这个数据即便是放眼全球也属于一流了。这些钱都被用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而在波兰的军购大单中，美国及其盟友的军火比重占据了绝大多数。比如2021年，波兰政府决定向美国购买250辆艾布拉姆斯系列主战坦克。在去年，波兰和韩国政府签订了购买1000辆 K2 主战坦克的超级大单，欲打造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其装备就位后，波兰的军队规模将一举超过英法德意4国。再加上这10多年来，波兰还向英国、美国采购了价值174亿美元的国防合同，包括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4架黑鹰直升机、32架 F-35战机和3艘3-1型护卫舰，整体军备都较为先进。而白俄方面的陆军装甲单位虽然不如波兰先进，但在数量上却超过了波兰。毕竟这里曾经是苏联的桥头堡，库存的武器装备实在是太多了。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白俄罗斯的部队服役的坦克有1300多辆，并且还有1600多辆坦克处于封存状态。
这些坦克主要是 T72 的各种改型，大约有70辆 T80。波兰则拥有900到1000辆，主要也是 T72 和波兰制造的 PT91。不过现在波兰更为倚重的是豹 2A4， 在未来 M1 和黑豹坦克全部到来之后，波兰的坦克力量将会全方位碾压白俄。炮兵和导弹部队方面，波兰同样是质量优势而数量不足。还是那句话，苏联留下的实在是太多了。在空军方面呢，两者依旧是一个着重数量，一个着重质量。虽然说目前波兰购买的 F-35战机都还没有到货，但中坚力量的 F-16战机也要比白俄的苏34、苏25等性能强得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波兰和韩国的采购约定，今年还会有一批 FA-50战机交付。这款 FA-50战机是来自著名的 T-50金鹰式教练机，后者由韩国航空航天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制造，用到了很多 F-16的技术，就连驾驶舱仪表盘都跟 F-16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造价和使用成本方面却都大大低于 F-16。这也代表着波兰的 F-16飞行员可以在 FA-50上进行低成本训练。除了以上这些战机之外呢，波兰空军还有23架苏联制造的米格29战斗机以及32架苏22战斗轰炸机。而白俄的战机呢，目前有12架苏30 SM 战斗机，30多架米格29和68架苏25，在数量上稍占优势。因此从总数上看呢，白俄罗斯当前的军队规模还不错，尤其是那30万人的总兵力，放眼整个欧洲都能位居前列。但实际的内容却是经不起细看。比如说白俄那30多万的国防力量里面，真正能够拉出来打的，其实也就那3到4万多的现役部队，而装备的那些飞机坦克也大都是苏制的米格29、T72这些苏联时期的老古董，战斗力非常有限。说完武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双方的战争潜力。在人口地盘方面呢，波兰当前的人口数量超过3800万，差不多相当于4个白俄罗斯，而国土面积是在32万平方公里左右，比白俄大了差不多1/3。很明显，不管是地盘还是人口，波兰比起白俄罗斯都更能占据绝对的优势。再加上波兰具有欧洲范围内相当优秀的工业水平，制造业产值在欧洲排行第6名。因此，若战争爆发，波兰可以短期内进入军事动员状态，生产大量的军事装备。而白俄罗斯的这点家底儿是非常薄的，在欧洲压根儿就排不上号，对上隔壁的波兰根本吃不消。除此之外呢，白俄内部还存在巨大的问题。先前呢，大兵就曾做过一期白俄即将发动武装起义的视频，其中的主角卡利诺夫斯基军团背后正是反对卢卡申科政府的白俄政客。他们已经准备了数百名的武装力量，在白俄罗斯发动政变，华沙则负责他们的武器和资金的供应。除此之外，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与卢卡申科政权交恶的东欧国家，也极有可能会支持卡利诺夫斯基军团返回白俄搞武装起义。在内忧外患之下，白俄究竟能够发挥多少战力，还犹未可知。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